妈，救我！妈，我可不是你妈。杨明，你不会是被秦家的软饭给喂傻了吧？我们亲手把你推下去，怎么可能还会救你？我早就跟你说了，签了离婚协议，净身出户，滚出秦家，留你一条狗命。可你偏不识相，那就别怪我们心狠手辣。这小子死，秦言还不是手拿把掐？这个废物没了，小妍正好嫁给周公子，不比这个废物有用多了。不要！李芳，我这些年在秦家当牛做马，就因为我拒绝了离婚净身出户的要求，就要对我下毒手吗？啊！杨明，去死吧！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要让你们后悔。杨明，现在我已经是秦氏珠宝的总裁，你一个吃软饭的赘婿已经配不上我。这是离婚协议，你签了吗？这不是秦言拿出离婚协议要跟我离婚的那一天吗？难道我重生了？上天真的又给我了一次机会。上一世，我就是因为坚决不同意离婚，才被李芳和周泽下了毒手。直到死前，秦言还认为这只是我引起他注意的小手段。既然重生回来了，我绝不能再被害一次。我靠！我竟然能看到这些东西的价格，莫非这就是重生金手指？太好了！不是看不起我吗？本来就重活一世，拥有未来的信息，现在再加上这个金手指，我一定会活成让你们仰望的存在，后悔都来不及。周泽、李芳，你们也要付出代价。装什么傻呢？杨明，你不要不识好歹。这些年要不是秦家养着你，你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废物早就流落街头了。现在就签了离婚协议，还能落个体面？杨明，我劝你最好，你就这么签了？不然呢？秦言，不要搞得好像很不愿意的样子。离婚是你提的，如你所愿。从今天起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。既然老天给了我重来一次的机会，我不仅要好好活着，还要让秦家和周泽都付出代价。杨明，杨明，这卡里有100万，就当是这些年你在秦家报仇。杨明，你赌什么气？你现在已经配不上我了，这是事实。强行在一起不会有好结果的，就这样离婚，然后拿钱离开，就是你最好的结局。上一世，我就是相信秦言还对我有感情，才会坚决不同意离婚。但现在再一看，只觉得假惺惺，令人作呕。你说配不上，那就配不上吧。但是秦言，你的钱我先晦气，我1分也不会要。而且，我会让你看到我的结局的。身上就200块钱，不行，好歹得用金手指把生活费给挣来吧。刮刮乐、古玩、赌石，我这金手指不是正好专业对口吗？中等干白这些料子都一般啊，价值3000元，还动辄卖几千上万，我这200块钱1块都买不起。高档芙蓉粽价值2000元。这石料多少钱？先生，这是被人开过的废料，你就说多少钱吧。您真的要的话，200块钱拿走吧。还真让我捡到漏了。有人开石头啊！这傻小子，第一次来吧？哼，200块还是别人开过的废料，能开出什么好东西来？这个人怎么这么眼熟？好像在哪儿见过。这小子刚才挑石料的时候都没上过手，呵呵，他以为自己有透视眼啊！我靠，200块的废料还真出绿了！这是芙蓉种啊！这么一块料子至少2万吧？200块怎么都是大赚特赚了？各位，
2万，这块狐蓉种的料子谁要？我要了。这不是许氏珠宝的许总吗？到账2万元。太好了，这下生活费有着落了。不过现在既然有了2万的本金，不如再开一碗。要是这店里还有好料子的话，也不是不行。帅哥，我长得很丑吗？你宁愿只看石头，也不看我一眼。不丑，不过美貌在吃饭面前一文不值啊。对了，您叫？许梦，我还准备再开一块料子，你有兴趣收吗？你不会真以为自己有透视眼吧？你就有信心一定能开到好的料子？可惜，我还真有透视眼，只要我开，就一定会出。还以为真有什么过人之处，结果又是被赌石冲昏头脑的赌徒。你要是真能开出来，我就收。我来看看，这回选哪一块呢？这些都不太行啊，不行，再换一个店。你们秦氏想要进军珠宝玉石行业，这赌石可……杨明，他怎么在这儿？秦言，你这个前夫难道还精通玉石珠宝吗？怎么可能？他从来没接触过这些。妈的，离婚了也不愿意跟我上床。秦言不会还是这个赘婿就请未了吧？杨明，我给你钱你不要，就是来这儿赌石吗？你疯了！杨明，这赌石可不是是个人就能干的。虽然你现在不能吃软饭了，但你要真缺钱，可以找我借啊。你看，这明显是个菜鸟啊！石头连手都不上，光靠眼睛能挑到什么好东西？杨明，你听到了没？赌石不是你这种人玩得转的。我给你拿点钱，你赶紧走吧，再待下去小心血本无归。秦小姐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你现在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我做什么事情还轮不到你来说三道四。你真是好言难劝该死的狗！小妍，你别看他了，我倒要看看他今天能挑个什么料子出来。我就说他怎么这么眼熟，原来他就是秦家的那个赘婿啊！秦言这个贱人一直跟我不对付，看来今天有好戏看。检测到极品无色玻璃种翡翠，价值700万元。这块多少钱？先生，这块料子是开出过极品无色玻璃种翡翠的边角料，标价是10万元。杨明，你是不是傻呀？人家开过的边角料你也要，就算里面还有玻璃种的边角，又能值几个钱？10万，连本都回不了。是啊，杨明，不如让周泽帮你挑一块石料，也好过你自己随便乱选。喏，看在秦言的面子上，我帮你指点指点。看到那块了吗？那个石料一看就是能出货的。李当干白种翡翠，价值7000元。笑什么？哼，你一个吃软饭的废物，难道还能比我更懂玉石？一会儿血本无归，可别哭出声。杨明，你就这么死要面子吗？我和周少都是真心帮你的。这周泽说到底还是个废物花花公子，自己就是做玉石珠宝的，眼光却这么差。秦小姐，周先生，我再说一次，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可以的话，请不要影响我选石料。兄弟，我手头只有2万，能不能便宜点？杨明，搞半天你连本钱都不够，原石交易哪有讲价的？要不要我借你点？杨明，你难道还真想着靠赌石一夜暴富吗？以前我看你还算踏实，没想到竟然这么没脑子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我们店里不讲价，这是老板定的规矩。各位，谁愿意借我10万？这块料子赚了钱，我按比例给你分成。杨明，你以为自己是谁啊？你要真是圈内的大家，可能还真有人帮你。你一个刚被秦家赶出门的废物赘婿，谁会信你？杨明，你原来这就是秦家那个赘婿啊！听说是在家里好吃懒做、不学无术，才被秦家扫地出门的。还是个眼高手低的蠢货。唉，赌石这一行还是太缺资金了，看来还得去其他地方捡捡漏。该去哪儿呢？古玩还是……谁说没人信了？这钱我借了。喏，
钱转过去了。许小姐，你放心，这块料子一定能出货，到时候我优先打折卖你。不用，几万块钱我许梦还没放在心上，不像有些人自己老公身上连几万块钱都不给。秦家不会是要破产了吧？不是许氏珠宝的许梦，她可是秦岩的死对头，怎么今天也在这儿？许梦，这是我跟他的事情，哪轮得到你一个外人来插嘴？哎，秦岩，你可别瞎说，我跟你已经没关系了，在我这儿你才是外人。姚明，你不会吧？秦岩，连自己男人都看不住，秦家的家业你守得住吗？姚明，你怎么会认识他的？我们才刚离婚，你就都离婚了，人家认识谁还要跟你打报告吗？许梦，你还要脸吗？姚明是我的人，以前可能是吧，现在你们已经离婚了，以后谁的人可不一定了。许梦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能有什么意思呢？你秦氏不讲规矩，抢我的生意，那就抢你的男人。帅哥，你不介意被我抢回家去吧？杨明，你给我过来！秦岩，我已经说腻了，这一次，我希望你能听明白，我和你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，我的事情你没资格管。明明是我提出的离婚，可为什么看到他和别的女人亲密，我还是会不舒服？对，就是这样。杨明，你越是气我，我就能越快得手。不过许家的这个许梦身材也很辣，放心吧，秦岩，他那块石料注定开不出什么东西。等着，我跟他一块儿解释，狠狠打一下他们俩的脸，给你报仇。这不是周家的周泽吗？他可是珠宝世家的公子，怎么是要跟这个秦家赘婿较劲了吗？这怎么能比呢？周公子可是出了名的鉴宝天才，这个秦家赘婿我可从来没听说过。周家在珠宝玉石这个行业里可是首屈一指啊！是啊，周公子的这块料子看着也不错，像是能出货的。只要我狠狠打击一下这个杨女，秦岩就会对她失望。等秦岩这个小美人得手之后，再去考虑考虑许家这个许梦吧。杨明，听到了吗？我指的这块料子可没骗你，是为了你好。要是待会儿你那块石头开不出东西，你可别受不了打击。是吗？谁开不出货，还不一定。杨明，敢不敢跟我赌一把？看看谁开出来的料子价值高。要是我赢了，你就跪下给我磕个头，再向秦岩道歉，让秦岩看到这小子最不堪的一面。他总不会再有念想了吧？要是你输了呢？我怎么可能会输？我要是输了，我跪下给你磕3个响头，叫你一声亲爹。姚明，你疯了？你还真敢跟周少赌？你不可能赢的。好啊，赌。不过我要再加一条，你以后不许再来烦我，滚出我的生活和视线，离我远一点。杨明，你真的一点也不念旧情吗？哟，现在知道念旧情了，可惜太晚了，现在跟他有情的可不是你喽。许梦，你师傅，开吧。放心吧，秦远，我不可能输，一会儿就让这小子为自己的狂妄付出代价。师傅，开！梁先生，你的原石没出货啊？不可能！我就说吧，跟我赌，你行吗？原来如此，这块翡翠藏在其中1半里，怪不得没有出货。继续开，这块还不死心呢。有时候真佩服你们这些人，不见棺材不落泪。这块要是没出，你是不是还要再拿半块接着开？姚明，我都叫你不要赌，不要赌，为什么不听我的？这样，找许梦借的钱我帮你还，
你给周少道个歉，认个错，这件事情就当过去了。周少大人有大量，不会为难你的。秦言都开口了，我肯定给面子。你给我道个歉，这件事情就当过去了。我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凭什么要听你？而且我还没输呢。就是，而且就算输了，区区几万块钱，我还是亏得起的。大不了就当给他的服务费了。帅哥，你要是输了，晚上可得服务好我。不知廉耻！真是死脑筋！既然你执意要赌，一会儿跪下的时候，希望你也能这么狂。帅哥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你很快就知道我行不行了。不行的话，我可不满意哦。快看，周少的出货了！周少，是块干白肘，市场价值大概在7000块左右。妈的，20万开7000，这下亏大了。不过总比杨明这块什么也没有的好。只要输不掉赌局，能让他丢脸，让秦岩死心，然后心甘情愿跟了我，就不算太亏。怎么样，杨明？现在该认输了吧？你不会还想着出什么货吧？快看，那块也出货了，是极品无色玻璃种翡翠，这可是大货啊！少爷啊！总水好说明不了，这么小一块石头，里面的翡翠能有多大？这么小一个窗，也值不了几个钱。先生，还接着开吗？杨先生，我愿意出5000块买下你这块原石。我出1万。许梦，你这是作弊！这块料子现在还不值这个价。玉石这种东西，价格从来就不稳定，千金难买我乐意，我恰好喜欢，多出点价又怎么样？哼，我们的赌局当然是以市场价格定的。这么小的窗，里面的玉能有多大？就算是极品无色玻璃种，如果只有一小块，也不值那么多钱。我要继续开，这块料子不止这个价格。杨明，你太固执了，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犟？而且，周少只是跟你开玩笑，难道还能真的让你跪下不成？周泽一个被宠坏的纨绔，当初连害死我的事情都能干出来，还有什么事是干不出来的？承认别人比你强很难吗？你还真以为自己是什么赌石天才？哟，周少这么好，当初你怎么没和他结婚啊？不会是那会儿秦氏只是个小作坊，周家看不上吧？听你这么说话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周少才是你前夫，杨明跟你没关系呢。秦言，我再说一遍，我们现在没有任何关系，我的事情还轮不到你来管。你接着开。秦岩，你放心，这种情况我见多了，特别是这种边角料的原石，能出色就已经大赚了。他这么开，不可能出货。杨明这些年给我的印象一直很老实，没想到一离婚，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。没关系，等他输了这场赌局，跪下给我磕头，经受一点挫折，可能就醒悟了。没错，周少，跪下就行，磕头就算了吧，有点太……听你的。帅哥，我看你很顺眼，以我的经验，这种料子的确没什么可能出大货。一会儿要是输了，我帮你拖一拖那个周泽，你就趁乱跑了吧。你人不错，不过放心吧，我不会输。杨明，不会是在想着输了怎么办吧？你要是现在给我跪下，我还能让你少磕2个头。毕竟你一个被扫地出门的废物赘婿，跟我比，输了也是很正常的。哈哈哈哈哈！出货了！天哪，这半块石头竟然只有1层壳，里面是一块完整的极品无色玻璃种翡翠，这么一大块，价值至少700万啊！我出800万收购。帅哥，你神了！不可能，边角料怎么可能开出这么一大块极品？真的出货了！
周少，我想你该兑现我们的赌约了吧？离婚之后，为什么感觉忽然看不透他了？明明这些年都是个只知道做饭的赘婿，现在不仅懂玉石，还在挑选原石上碾压了周少。周少堂堂周家的大少爷，不会想要赖账吧？好了，杨明，你也不要得理不饶人。周少只是跟你开玩笑而已。就算是你真的输了，周少又怎么可能让你下跪？哎呦呦，跪下这话可不是杨明先说的，不是你们周少先说的吗？我看周少刚刚那咄咄逼人的样子，可不像是开玩笑啊。许梦，杨明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哎，秦言，我的事情跟你才没关系。许梦跟我可是自己人，我的事情跟他当然有关系。杨明，杨明，别太过分了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你不要太咄咄逼人了，我可是代表了周家的脸面，真要打了周家的脸，周家的报复你还承受不起。你还能代表周家的脸面，看来你们周家是二皮脸啊。杨明，他说的不错，周家人一向小气，要是打了他们的脸，哥们儿委屈了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能爽爽，我管你周家李家。谁敢在我的地盘赖账？蒋爷都惊动了。蒋老板可是全国最大的玉石原料供应商，手上的玉石矿数都数不清。周家这种规模的珠宝公司，在蒋老板的合作商里可完全不够看的。这个蒋爷来头很大吗？这么说吧，别说周泽了，就算是周泽他爸来了，蒋爷让他跪下，他也得跪下。你就是开出了极品无色玻璃种的那个杨明，不错，不错，很不错。我这几十家原石店铺，就这家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一直开不出什么好东西。好多人都说我蒋峰动了手脚，哼，分明就是他们不识货。周泽，你没听人说过我蒋峰最讨厌赖账的人吗？你今天要是不履行赌约，可就别怪我今年没有原料给你周家了。几千万的违约金，我还不放在你。别让我说第二遍！亲爹，对不起。行了行了，我比较大度，这一点怎么没遗传到你身上？动周家的势力，让你付出代价。蒋峰能护住你一时，难道还能护住你一世吗？我们走。别碰我！该死的杨明，我在秦岩这边好不容易有希望，这下又要重新开始了。没想到离婚之后，杨明竟然这么让我看不透。当初和他离婚，或许真的太过草率了。你叫杨明是吧？这么年轻，赌石的眼光却如此毒辣，不容易啊！不如跟我入内一叙如何？虽然我凭借鉴宝眼不需要讨好这些人，不过许梦好像很需要，他帮了我这么多，我也帮他一次吧。既然蒋老板都这么说了，我就恭敬不如从命。杨先生，我这儿还缺一个长眼师傅，你有兴趣吗？蒋家的长眼师傅，那在玉石界可是最顶级的那一批人了，收入不用说，地位可是哪家都恨不得供起来啊。杨先生，再高深的眼力，也总有失误的时候。毕竟玉石这个行当起伏太大了，而成为我们蒋家的长眼师傅，虽然要分一些收益，可却有一份兜底的保险，帮你承受损失。对于别人来说当然如此，可我有这双鉴宝眼，又怎么可能失误？蒋先生，我自由惯了，而且我不会失误的。
今天蒋先生帮了我的忙，以后如果有赌石的事情需要帮忙，杨某一定义不容辞。好，杨先生看来对自己的眼力很是自信啊。不过我最近真的很缺一名长眼师傅，可不能轻易放过你。不如我们打个赌如何？姚明，不行就答应了吧，也不吃亏。而且蒋家可不像周家那样好打发。蒋峰这种老狐狸，只要展露出他需要的能力，越是傲气，他反而越是想要。一旦我真的展露出想要投靠他的意思，那才是造。好啊，蒋老板想赌什么？如果我赢了，你就来给我长眼10年，待遇跟其他师傅一样。如果我输了，这家原石店就送你了。当然，要赌的还是杨先生的眼力，并且和玉石有关。不愧是蒋老板，这么大手笔，我赌了。这么大的原石店，1个月流水可不低。先有个产业也好，这就是我起飞的第一步了。这挂坠的材料、来历还有价格，你只要能说个大概，就算你赢。你就算再懂玉石原料，毕竟只有这么年轻，我就不信你对古玩也有研究。我这玉的材料在现代就只是便宜货。哼！唐代汉白玉观音坠，价值1800万。这个老狐狸还想坑我？还好我有鉴宝眼，如果真只是一个长眼师傅，说不定真在意。蒋老板，您可是全国最大的玉石原料商，怎么挂着的这么一块汉白玉的挂坠？这料子市面上也就几10块钱吧。许小姐，你就别管了，让杨先生来回答吧。许梦，你蒋老板的身价自然是要追求一些更高雅的东西。要是身上明晃晃挂着一堆极品翡翠，那才是掉价了。果然，杨明也以为我这只是普通的汉白玉吊坠。杨先生，你也别捧我了，赌约还在继续呢，你还是快说出你的判断吧。蒋先生，您这块是汉白玉观音坠，价值1800万。他竟然连我在拍卖会拍下这观音坠的价格都能看出来。杨明，你不会看错了吧？这块料子怎么看都是普通的汉白玉吊啊，就是大理石。不错，这块料子根本不值钱，你凭什么说它价值1800万？一定是蒙的。蒋先生，这块玉，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是唐代的雕工吧？还是皇室御用的痕迹？汉白玉现在的确不值钱，可在古代却被古人称之为寒玉，经常用来打造佛像和祭器。蒋先生，我说的对吗？没想到杨先生不仅对玉石了解，对古玩也有如此造诣。蒋某信服口服，这家铺子送你了。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这鉴宝眼真是神奇啊！不仅能显示价格，还有全称和工艺提醒。杨先生，您对古玩了解多少？在下有个不情之请，希望你能帮我。赌宝？没想到古玩圈还有这个玩法，一真一假，选定不毁。连蒋老板这种内行都打了眼，要请我临时当蒋家的长眼师傅，出场费就是1000万。我有鉴宝眼在手，这种对我来说就是稳赚不赔啊。这杨明不仅懂玉石，连古玩也是行家。既然连蒋老板这种人物都对他客客气气，秦妍竟然和他离婚，真是瞎了眼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把他拴住。杨明，你今天刚从秦家出来吧？是不是还没找到住的地方？那个没事儿，我找家酒店就行。别那么麻烦，不如去我家住吧，我的床还挺大的。我被酒色所伤，竟如此憔悴。从今日起，戒酒。对了，今天还得去赌宝会帮蒋峰长眼，我自己也能捡点漏吧。有鉴宝眼在，我真的很难输啊。
不错啊，还挺热闹。我2个都要不行吗？客人，一行有一行的规矩，2个都要肯定是不可能的，您只能选一个。孟小姐，您放心，我听说您想给老爷子选礼物，专门请了徐大师来。徐大师，您快帮忙长长眼，看看哪个才是真品。李夫人，孟小姐，右边这个花瓶是真的。那我们就要右边这个花瓶了，店主。这个徐波听说是花大价钱请来的顶级长眼师了，切，也就那样。真顶级的长眼师还得是大家族请来的那些高人。我听说蒋峰放出消息，这次鉴宝会专门请来了一位高人，出场费都是1000万。好，客人，既然选定，那我就帮你们包起来。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一句，赌宝这个玩法，打眼了可怪不得任何人。我这是我给父亲大寿准备的礼物，要是买到了仿品，孟小姐，您放心，杨先生经验丰富，肯定不会看错的。哼，徐某要是这都能打眼，当场把这花瓶吃了。你帮了我大忙了，放心吧，和秦家的合作我会考虑的。等一下，送给长辈的礼物，要是买个仿品，恐怕有点丢人吧。看来这古玩的水是真的深啊！赌宝竟然还有2个都是假的，还有近代仿品。还好我有鉴宝眼，不然恐怕也要打眼。毛头小子，你还懂古玩？我徐波行走古玩界多年，不可能认错，这花瓶就是真的。杨明，我现在可没空搭理你，狗一样的东西，你还懂上古玩了？滚一边去！啊！杨明，去死吧！秦言还真是蠢，划清关系也就是了。这李芳却是上一世害我的元凶。韩谈大丈夫，有仇必报。不管你今天想干什么，我杨明管定你。这是谁？孟小姐，这是我们家之前的赘婿，郑天理好吃懒做，废物一个。他哪懂什么古玩？您不用管他。原来是个废物赘婿，也敢在这儿口出狂言。店家，别理他，包起来。买个父亲的贺礼，绝对不能出差错。等一下。孟小姐，您可不能相信他呀！他真的只是我们秦家的赘婿，这些年在家里也就是洗衣做饭，哪懂什么古玩啊？是啊，孟小姐，我徐波在古玩圈也有些资历，你不会选择相信一个毛头小子吧？杨明，你这个废物！这可是孟家的孟小姐，因为你的原因，让孟小姐错过了这件宝贝，当心你的小命！这是孟家的小姐，听说这孟家可是黑白通吃啊！这个赘婿估计是对秦家怀恨在心，蓄意破坏吧？可惜这次他惹错人了，惹到孟家小姐可不是什么好事。孟小姐，他们说的对，这杨明一定是被我们秦家扫地出门之后怀恨在心，见不得我们好。你叫杨明，你说这花瓶是仿品，就指出来，我另有奖励。要是说不上来，就别怪我了。要是单纯捣乱说不出来，你就去护城河里喂鱼吧。好一个孟家，这个孟小姐长得倒是挺好看，竟然这么狠。这个废物，小妍都已经跟他离婚了，还是阴魂不散。当初就该狠一点，直接让他消失。要是影响到跟孟家的合作，他就死定了。孟小姐，你跟他废什么话？一个是古玩圈有名的长眼师傅徐大师，一个是我秦家扫地出门的赘婿，根本没有可比性。既然我说了这个花瓶是仿品，自然有我的道理。你有个狗屁道理！你还敢打我！我怎么还想再被我打一次？都给我住手！我没时间跟你们胡闹。你
现在就马上说出这个花瓶是仿品的原因。孟小姐，这你也闭嘴！如果你真的走眼了，就像你说的，要把这花瓶吃下去。说可以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。你这个废物，给脸不要脸！孟小姐，别跟他废话了，他就是瞎说的。我看现在就可以把他丢进护城河里喂鱼了。如果我说的没问题，李芳也得吃一个花瓶。可以，但你如果错了，结果也一样。杨明，你这个废物还敢开这种条件？你担心什么？难道还真觉得我会打眼不成？也是，杨明怎么可能懂什么古玩？就算真的懂一点，又怎么可能跟徐大师比？这花瓶是宋代风格，我之所以说它是仿品，其一是因为釉色不对。宋代瓷器讲究温润内敛，哑光如玉，就算是青瓷、白瓷，也是沉在胎里的雅色。你们看这只，釉面浮光刺眼，色层单薄，是现代化学料一次性烧出来的，根本没有千年矿料的厚重感。不错，我也有收藏一个宋式的花瓶，釉色的确要温水一些。这小子真的懂古玩啊！我还以为他吹牛呢，这说的头头是道啊！这个废物还真的懂瓷器。徐大师，怎么办？这下怎么办？我就知道你要拿釉色来说。可惜你还是太年轻。宋代官窑民窑万千，釉面莹润者有之，光亮者亦有之。难道只有哑光才算宋瓷？你是懂瓷器，还是只会死背翘条？这釉色莹润内敛，正是民间最喜爱的宝光，到你嘴里反倒成了破绽，可笑。这徐大师说的也对啊，宋瓷民间确实有很多喜欢这种招摇一些的釉色，并且称之为宝光。对，我徐波行走古玩圈多年，精通宋瓷，这种宝光瓶，徐某见过的没有1000，也有800了。如果说这就能说明这瓶子是仿品，根本就是无稽之谈。小子，跟我斗，你还太嫩。古玩这一行，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小废物，还敢打我？一会儿你吃花瓶的时候，不知道还能不能笑得出来。徐波，你说这花瓶之所以釉色晃眼，是因为这是民窑，喜欢宝光？不错。那我问你，如果它真是民窑，为什么色彩会如此均匀？民窑窑温不稳，胎釉收缩不一，必然有色差，有深浅，有自然过渡。为什么这只全身色彩均匀的过分，连一点自然变化都没有？这是啊，民窑的色彩不可能这么均匀啊！这并非所有宋窑都要窑温不稳，宋瓷也有许多色彩均匀的瓷器。没错，可他们全都是官窑。接着笑啊，怎么不笑了？古玩这一行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一会儿你们吃花瓶的时候，不知道还能不能笑得出来。对啊，这徐大师自相矛盾了啊！宋瓷官窑不会追求这种釉色，民窑又做不出来这么均匀的色彩。是啊，这个杨明是什么人？从来没有听说过呀！难道是哪一家的长眼师傅？竟然把徐波给引进了坑里！你干什么？别动我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还有话要说。孟小姐，即使是官窑，也会有一些失败品。釉色与其他成品不同，这花瓶就是。对于古人来说是失败品，对于现代来说却是孤品啊！孟小姐，你要慎重啊！搞半天你就要说这个？没错，杨明，你说的也不一定对。孟小姐，实在不行，可以送去做碳14检测。不用检测了。你说
宋代有英文吗？浪费我这么久的时间，竟然还是这种低级的错误。孟小姐，不关我的事啊，都是徐波，他才是长眼师。孟小姐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能帮您挑到他满意的古玩的啊！孟小姐，给我闭嘴！李芳，你差点坏了我的大事。孟家和秦家的合作不可能了。糟了，秦言本来就不让我接触公司事务，是我非说能哄好孟清离，这下完了。都怪这个废物，坏我好事。杨明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废物！我秦家养了你这么多年，你就是专门来破坏我的好事的。孟小姐，说不定他和这个店主是一伙的。对害死我的人没什么好客气的，这只是个开始。李芳，既然上天给我机会，不仅让我重生，还获得了鉴宝眼这种外挂，你秦家还有周家就等着我的报复吧。你很不错，不仅帮我避免了损失，还避免了我在父亲的寿宴上出丑。这里面是1000万，就当是我的感谢费了。好说好说，孟小姐，要是需要长眼师傅，还能找我啊。没想到蒋老板的钱还没赚到，就先收到1000万，多亏了鉴宝眼啊！这才离开秦家几天啊，除了一家原石店，卡里还有5000万的现金。孟小姐，这个砸了的也就200块钱，您要是要这个花瓶的话，那点钱就算了。既然找出了真的，我当然要了。你刚才开价是1700万是吧？包起来吧。好嘞。哎，等一下，那个是假的，可我也没说这个就是真的吧？这个花瓶也是假的？不错，这个花瓶也是仿品。你可别胡说啊！怎么可能2个都是仿品呢？我看不像啊，这个瓶子怎么看都是真品宋窑。你看这釉色，新的根本做不出来，这就是时光沉淀的美啊！这个瓶子的确是近代仿品，不过也有几十年了，就连顶级的长眼师傅也不一定能看出来。他这么年轻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看你就是来捣乱的。我一个开赌宝摊子的，会2个都是赝品吗？是啊，这老板也不是第一天摆摊子了，要是真这么玩，早就被人砸了。是啊，孟小姐，他刚才就是碰运气，他真的不懂古玩啊。孟小姐，古玩界打眼很正常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吵死了，把他们丢出去。杨明，你说这个花瓶是假的，有什么依据吗？就是，总不能你说不对就不对吧？真正的宋瓷根本不会做这个形制的花瓶。哈哈哈哈！你吹牛逼呢？你以为自己是谁？难道你还是从宋代穿越过来的不成？你说不会做就不会做，那我还说会做呢。刚才我还对他高看一眼，这古玩哪有这么鉴定的？他要是什么顶级长眼师傅也就算了，小小年纪他能见过多少宋瓷？就是，我相信你，但是你想让摊主承认自己2个都是赝品，恐怕有点困难。谁说我不是顶级长眼师傅的？那不是蒋家的长眼师傅特有身份卡吗？这人小小年纪，竟然是4大家族中蒋家的长眼师傅。这个姚明小小年纪，竟然能让蒋峰那个老狐狸看中，有趣。他想逃，他还真的赌宝放2个仿品，抓住他！别跑，我还在你这儿买过古玩呢。
没想到你竟然还被蒋峰看中，不过你的眼力确实惊人。有没有兴趣来我孟家？抱歉，我也是暂时给蒋老板帮忙，不过可惜这次没有给你父亲买到礼品。不用，至少我在你这儿学到了很多。礼物的事情回头再想办法吧。杨明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那是孟家的孟青离。我不是让我妈来陪着孟小姐了吗？我妈呢？她怎么跟杨明在一块儿？那可是孟家的孟青离，这个杨明真让他搭上了大人物。孟家小姐是什么人物？不可能看得上杨明，绝不能让他搭上孟小姐的线。这不是秦家扫地出门的赘婿杨明吗？你的桃花可真不错啊！昨天身边还是另一个女人，今天怎么就换了？孟小姐，你可千万别被他骗了，这小子就是个小白脸儿。你身边女人很多吗？有心？怎么可能？我不是那种人。杨明，你真是太幼稚了！我和你离婚，你就四处找女人来气我。秦言也太自作多情了。现在你在我眼里就是一个毫不相干的人，气你也配？你就是秦家的秦言。孟小姐，我就是秦言。今天我妈不是陪着您来给孟家老爷子挑礼物吗？我妈人呢？被我丢出去了。还有，以后孟家和秦家不会再有任何合作了。孟小姐，是不是杨明说了什么？不是这样的。还有，有本事的男人有许多女人投怀送抱，是很正常的事情。你们，我还有事，记得联系我。这个杨明凭什么和孟青离这么亲密？好狗不挡道，你只不过是运气好，挣了点钱，跟我们这些大家族比起来，也只是九牛一毛而已。真以为你就能一飞冲天？我告诉你，你终究只是一个底层的废物。周泽，我是什么人，你还没资格评价。就你这种废物，周家有多少钱也不够你败家。怎么，又想给我下跪道歉了？你今天没有蒋峰，我看谁给你撑腰。周泽，蒋老板，周泽，我警告你，这是最后一次，要是再敢招惹杨先生，别怪我不给周家面子。蒋老板，你好歹是个家族出身，何必为了这底层废物对我出手？哼，我看你才是废物，没用的二世祖，在我眼里，你还不如杨先生的一根头发重要。滚！好，好，好，杨明，你给我等着！小妍，你终于来了，你可得给我报仇啊！你看看，怎么回事？都是那个杨明啊，他在里面捣乱。孟小姐让手下的人往我嘴里塞瓷片，你看看，我这嘴里全是伤口。我们刚被蒋峰从里面赶出来，这个杨明就是故意的，因为我让他跟妍妍离婚，他就故意捣乱。见不得我们秦家好，他这是因爱生恨，我这就去找他。这个杨明现在攀上了蒋峰的高枝，你去了又有什么用？那怎么办？周少，你一定要替我报仇啊！不用你说，那个废物三番五次的找我事儿，上次在原石店就打我的脸，这次在赌宝会也是，这个仇我一定要报。对呀，周少，你一定要好好教训他呀！这次随便你吧，让他吃点苦头也好。杨明，这次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。抱歉，蒋老板，刚才遇到了一些事情，本来专门来帮您长眼的，现在还来得及吗？哈哈哈哈！杨先生，你的运气真的很好啊！其实我原本就是想请您帮忙给孟小姐挑礼物的。
就是刚刚那位孟小姐。不错，孟家和我们蒋家关系不错，但是孟家确实要更大一些。他们家是珠宝世家，但孟小姐的父亲对古玩很是痴迷，所以我才请你来帮忙的。可惜到最后也没有给孟小姐挑到什么东西。哎，这事儿最重要的是搭线。刚才你拿出那张卡片，孟小姐知道你是我找来的人，就已经达到目的了。我起家只是时间问题，看来还得熟悉一下这些富豪权贵们打交道的方式啊。对了，蒋先生，既然事情已经办完了，这张卡片就……哪有收回去的道理？这卡片你就留着。放心，蒋家不会要求你做什么事儿的，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当个荣耀顾问。我有拿不准的找你帮忙，你不会不给蒋哥面子吧？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。走，今天为了感谢你，咱们一块吃个饭。现在卡里有5000万，光有现金没资产还是不行啊。我看看买点什么好呢？这孟家居然还开始进军房地产生意了，看起来有点惨淡啊。哎，我这鉴宝眼能不能鉴定出房产的未来价值？要是可以的话，买房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不管了，先去看看。这就是孟氏的售楼处，还不错嘛，像模像样的。杨明，这孟氏的楼盘最近可是在狂跌啊！据说是又没学区又没地铁，虽说质量确实不错，位置确实是太偏了。你真要买孟氏的房子啊？也不一定，先看看，万一感觉不错呢。对了，你要不要我送你一套？咱们是什么关系啊？你出手就送我一套房子？两位是要哟，这不是杨明吗？你都被秦岩给赶出去了，这是又逛上了富婆了？这不是秦岩的闺蜜张琴吗？她竟然在孟氏的售楼处工作。我是来买房的，你要是卖得了，就好好给我介绍；卖不了就滚开。就你还买房？杨明，你是真不知道自己什么德行啊！我都听秦岩说了，你被赶出秦家的时候，1分钱也没分到，就你还买房呢？你看到没？马路对面那个纸扎铺，你努力，说不定那边的房子你买不起。太过分了，我要投诉你！我说呢，原来是又傍上富婆了。哎，美女，我可提醒你，她之前就是秦家的赘婿，就是因为太废物，才被秦家扫地出门了。你可别被骗了。我靠，这小白脸不错啊，富婆都给送房子。我呸！真不要脸！男子汉大丈夫的吃软饭。贱人，你搞清楚，今天是杨明带我买房。他给你买房，那你可更得小心，别被他骗了。你没听我说吗？他就是个连软饭都吃不好、被净身出户的废物。不愧是秦岩的闺蜜，蛇鼠一窝。狗咬你，你还咬狗吗？你这个废物还敢骂我是狗？一会儿看房要验资，拿不出钱，老娘让保安把你的嘴都撕烂。我靠，这鉴宝眼简直是心想事成啊！没想到还真的能看到未来的价值，涨了4倍，这房得买啊！
你身上的钱掏出来买得下一个厕所吗？这儿的房价虽然比其他楼盘便宜，那也是5000一平呢。麻烦你滚开，换个人给我服务，我要看房。看房是要验资的。验资？验资都不知道，还买房呢？就是他们要先确保你的银行卡里有足够的钱，才能买房。第一次买房，吃了没经验的亏，不就是验资吗？要多少钱才能看房？说的好像你有似的，50万，只要你的卡里有50万，马上就带你去看房。要是没有，现在就滚，不然可就别怪我叫保安赶你出去了。保安！不好意思，先生，请出去。我倒要看看你从哪儿来的50万。谁说我没有了？不是要验资吗？验。我靠，黑卡，这至少要在银行有1000万以上的现金才会发放吧？据说消费没有限额，而且还能透支1000万额度。不是说他是个被净身出户的赘婿吗？怎么还有黑卡？不会是走的时候偷偷带走的吧？差点被你唬住了。你这个废物，过去几年都没有工作，对秦家公司上的事情也没有帮过忙，拿张黑卡吓唬谁呢？恐怕里面根本就没钱吧？有没有钱你验一下不就知道了？要是里面有钱怎么办？要是里面有钱，老娘当场给这个废物磕头！杨明，你好歹和秦岩夫妻一场，你要是现在就滚，我还给你留点面子。这也太能装逼了，拿张没钱的卡出来，要是不验一下的话，说不定还真被唬住了。赶紧，我还要买房呢，别耽误我时间。这能装？你怎么不去当演员啊？卡内余额5377万523元7角8分。怎么可能？你真有5000万？现在我能看房了吗？不过，我不需要你的服务。我靠，卡里真有5000多万，那还来这儿看什么？市中心的房子也随便买啊！是啊，来孟氏买房不就是图便宜吗？不过看来这个售楼小姐真弄错了，这小子软饭吃得这么好，离婚了还给5000多万，不可能！秦岩都跟我说过了，他是净身出户的，怎么会有5000多万？好你个杨明，怪不得秦岩给你钱你不要，这是不是秦岩的卡？你把他的卡偷过来了？我告诉你，我马上就给秦岩打电话，这卡里的钱马上就会被冻结，你1分钱也别想刷出去！我靠，原来是偷来的！这小子胆子真大，这赘婿也太贱了！够了，张琴，你从一开始就在这里无理取闹，我懒得理你，你还觉得我是心虚了？听好了，我要买50套房，任何一个销售来，我都会立刻签单。但这个钱绝不会让你赚到。还50套，赶紧给我滚！要是这张卡里的钱少了，你就等着吃牢饭吧。这钱你不赚，有的人赚。这里就没有其他销售了吗？吵什么呢？这里是孟氏的产业，在这里闹事儿，不想活了？怎么回事？你是谁啊？你是这儿的经理吧？我要买50套房，并且也验过了，我的卡里有5000万。不过我倒想问一下，你们就是这么对待客人吗？你们的售楼员不仅不让我买，还大肆辱骂我，怎么回事？经理，你听我说，他就是来捣乱的。他这张卡是偷来的，而且我已经发了短信给我朋友了，他知道银行卡丢了，已经把卡冻结了。现在这张卡根本刷不出来钱。银行吗？我要冻结我的银行账户。
什么时候丢的？我都没发现。看到了吗，杨明？秦岩已经把卡给冻结了，你现在就算想刷也刷不出来了。这人就是那个秦家赘婿，前阵子刚被赶出来，而且是净身出户，他手里怎么可能有钱呢？这一定是秦岩的卡。我靠，还真是偷的，不然人家怎么会冻结呢？你和秦岩两个人真是蠢的可以。现在是不是只要我的卡能消费，就说明这是我的卡，我的钱？刷卡，到底是不是一试就知道？是啊，试试不就知道了吗？就是，那张卡冻结了，这张卡能刷出来，就说明这是人家自己的钱啊。可惜啊，要是真知道了这小子自己没钱，他身边那个小姑娘岂不是转身就走了？说不定还要挨一耳光呢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张琴是我女朋友，我早就听秦总说起过你了。你一个不学无术的废物，又被秦家赶出了家门，哪来的钱？我不是说了吗？刷卡。既然秦岩已经冻结了账户，那能刷出来，不就说明是我的钱了？他有必要刷卡吗？到了最后还不是要还给秦？你们太过分了！这位美女，你恐怕也是被他给骗了吧？这卡就算能刷出来，最后也还是要还给秦家，浪费老子时间。你跟着这个废物什么也得不到。保安，经理，我在呢，把他丢出去！不报执法局，已经便宜他了。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要联系孟清丽。你还认识我们孟总？吹什么牛逼呢？你要是认识我们孟总，给你跪下磕头。是吗？我怕你没资格给我磕头呢。孟总，我靠，他不会真认识孟总吧？这下可有好戏看了。杨先生，这是……孟小姐，你来的正好，我要在你们孟氏的楼盘买房，而且也已经验资过了。你们的销售张琴和这位经理不仅不让我买，还一而再再而三的辱骂我。怎么回事？我请你来是让你辱骂客人的吗？孟总，您听我说，他卡里不可能有5000万，就是来捣乱的。他就是秦家净身出户的废物赘婿。是啊，孟总，我和秦家的秦岩是闺蜜，她亲口告诉我，杨明是不久前净身出户的，他这张卡一定是偷的秦。闭嘴！你们两个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！杨先生卡里的5000万，有1000万是我给的。什么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他就是个废物，怎么可能有5000万？还有1000万是孟总给的。杨先生可是蒋家特意聘请的顶级荣耀长眼顾问，出场费都是1000万，有什么不可能？荣誉长眼顾问，怎么可能？什么？我不知道啊，孟总，杨先生，你敢打我？孟总，杨先生，都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都怪张琴这个贱人，我都是被他挑拨的啊！我这就把他开除。开除？现在你已经被开除了，滚出去！以后全国的房地产界，你都别想混了。杨先生，您把我当个屁放了吧，杨先生，我知道错了，您大人有大量。你是成年人了，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我还是喜欢你桀骜不驯的样子，把他拖出去。至于你，孟总，您真的被他骗了。我跟秦岩是最好的闺蜜，我认识杨明整整3年，他就是个吃软饭的废物，在秦家3年，除了洗衣做饭什么都不会，怎么可能是蒋家的荣耀长眼顾问啊？他就是个被秦家净身出户的赘婿，哪有本事拿5000万买房，哪有资格让您给1000万？一定是他装模作样
不知死，到现在还敢对杨先生不敬，看来刚才的教训还不够。来人，孟总，掌嘴！我靠，不愧是黑白通吃的孟家，这么狠，自找苦吃。孟小姐，行了，他也罪不至死。杨先生还给你求情，算你运气好。滚出去！杨先生，买房怎么不直接联系我？我陪您一起来，也不至于被这种狗眼看人低的家伙侮辱。而且这里的房子算不得好，孟家还有其他楼盘，不如我直接送您一套好了。这样杨明是真不一般啊！孟家大小姐都对他这么尊重，秦言和他离婚，脑子有问题吧？小事而已，不敢麻烦孟小姐。而且我觉得这里的房子就很不错，说不定价格很快就会涨了呢。杨先生对房地产也有研究？略懂略懂，都是鉴宝眼的功劳啊！我也没想到还能预测价格。好，我亲自给您刷卡。要是这里的房子真的涨了，我就当是您的功劳了。你这是怎么了？被谁打了？还能是谁？都是那个废物害的！他？这怎么可能？你不是在孟氏的售楼处工作吗？他不至于上门去打你吧？他到孟氏买房，卡里足足有5000万，我还以为是你给的，准备赶他出去，结果孟总来了，还说其中1000万是他给的。5000万，我秦家账上现在都没有这么多现金。你刚才打电话之后，我就立刻把我的账户冻结了。对啊，我以为这样他就刷不出来钱了，结果就……怎么回事，秦言？我记得他就是个什么都帮不上你的废物啊，怎么现在…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自从离婚之后，他好像变了一个人。不仅精通玉石，还懂鉴宝。孟家和蒋家都把他奉为座上宾。你知道吗？他手里的5000万，他竟然在孟氏直接买了50套房。50套？孟氏的那个楼盘吗？对啊，就是天桥小区。那小区房价一直在跌，谁买谁亏。杨明，你疯了吗？孟氏的小区你也敢买50套？你是不是在炒房？我买什么房跟你有关系吗？秦总，我没记错的话，我们早就没关系了。杨明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我好心提醒你，天桥小区房价从来没有涨起来过，已经降价无数次了。你买50套纯属自寻死路，你竟然说跟我没关系，你真是不知好歹！你与其在这骂我，不如去看看天桥小区的房价。怎么会？怎么可能？一夜之间涨了3成！我卖了这么多年的房子，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。他好像真的变了个人。以前我从来不知道，他不仅会赌石、懂鉴宝，现在竟然对于房地产好像也很有研究。秦言，你是不是后悔了？我不知道。杨明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昨天买的天桥小区一夜之间涨了3成，买什么涨什么，你简直是财神爷转世！运气而已，以后有好机会带你一起买，让你也跟着赚大钱。那我可要好好奖励你。喂，好的，可以。谁啊？
孟家举办的顶级玉石大赛，你了解吗？玉石大赛，那可是业内顶尖的比赛，参加的都是绝顶高手，各个家族的专业长眼师都会来。听说奖金足足有5000万呢。5000万倒是小事情，这场大赛是个汇聚业内顶尖人脉的好机会，正好配合我后面的创业计划。这场比赛我有鉴宝神眼，岂不是轻轻松松拿下？您好，请出示参赛请柬，无请柬不得入内。坏了，好像放车上了，你跟我一块回去拿一下吧。哟，这不是杨明吗？没有请柬也敢来孟家的玉石大赛，不会是想蒙混进去吧？一个刚冒头的新人，也配踏足这种顶级场合？这种事情多半是想混进去，趁机结识一些玉石大家。我劝你还是赶紧滚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有天眼大师在，轮不到你这种废物参加。知道这谁吗？天眼大师，业内公认的第一长眼师傅。这次玉石大赛，我们周家赢定了。我靠，周家竟然请了天眼大师，这还有什么好比的？天眼，肉眼怎么跟我的鉴宝眼比？无聊。各位看看，这个废物是蒋家奉为座上宾的长眼顾问，但连大赛请柬都能忘带，只想混里去。哼，蒋峰也是病急乱投医，偌大的蒋家竟找这么个毛头小子当长眼，看来是真找不到能人了。哼，希望你输的时候也能这么骄傲。王旺，你杨明，没有请柬就算了，实在不行就跟我们一起进去吧，不要在这装作自己有请柬，丢人现眼。对啊，想必你很需要玉石大赛这个机会吧？你要是叫声爹求求我，我就带你进去，怎么样？不必了，我自己有请柬，犯不着沾你们的光。请柬？你怕不是在做梦吧？就你也能拿到孟家顶级玉石大赛的请柬？我看你是拿不出来，故意找借口。杨明，你不会真以为孟青罗给你点钱，对你客气2句，就觉得自己攀上高枝了吧？人家是什么身份？孟家大小姐，黑白通吃的人物。给你1000万，早就2清了，你还真敢往自己脸上贴金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这种没有请柬的家伙，分明是来捣乱的，赶紧把他赶出去，别打扰了里面的选手和权贵。我说过，我只是忘带请柬，跪去罚他。好啊，还敢还手闹事！保安，给我把他腿打断扔出去！出了事儿，我周家担着。不是说了这次不管吗？忘了你妈被他害成什么样子了？让他保吗？你们敢！给我住手！谁让你们动手的？孟总，周少他，你姓孟还是姓周？孟小姐，算了，他们也只是坚守职责，是我自己忘记带请柬，怪不得他们。杨先生，你真大度，您的能力我清楚。很高兴您来参加这次比赛，我相信这次大赛你定能夺冠。孟小姐可是玉石世家，她竟然这么看好这个人，这人到底什么来头？孟小姐，您别被他骗了，他就是个……杨先生，我们进去吧，别耽误了大赛。这个废物，竟然真的和孟青离这么熟！杨先生，不介意我坐在你身边吧？孟小姐，当然不介意。孟小姐，你好歹也是主办方的人，
离我们家杨明这么近，恐怕不太好吧？这场比赛是由我父亲负责的，现在我只是一个观众罢了。我靠，这是谁啊？孟家的大小姐居然跑到他旁边去坐下了，不会是哪个家族的大少吧？这个废物到底给他们灌了什么迷魂汤？先是蒋峰为他出头，现在就连孟清离也和他这么亲密，该死！欢迎大家来到孟氏举办的玉石大赛，请所有参赛选手就位。我宣布，本届玉石大赛正式开始。诸位请看，第一轮比赛要考验的就是大家的眼力。台上的5块原石，只有1块价值1000万，成功找出来的人就可以获胜，但只能在座位上远距离观察。这次竟然这么难！是啊，原石的判断都恨不得钻进去，这么远能看出来什么？顶多能看到飘绿吧。请各位选手开始观察。中间那块原石，里面是价值1000万的极品玻璃种帝王翡翠。啊，这么快？不会是胡说的吧？秦岩，你前夫还很懂玉石啊？他怎么可能懂玉石？这些年在秦家，他最大的作用是做家务，简直是胡说！他把比赛当什么了？游戏吗？哼，一派胡言！根据我多年的经验，最右边的那块里面应该是一块巨大的羊乳白玉。价值1000万，错不了。杨明，别以为你运气好蒙对了几次，我这次请来的可是玉石界号称天眼的顶级长眼师，你的选择让人觉得可笑。极品玻璃种帝王翡翠可不止1000万。什么？这竟然是天眼大师？这可是公认的大佬啊！据说自从入行开始，打眼的次数不超过10次。周家竟然把他给请来了，这个年轻人肯定赢不了啊！哼，主持人，答案也不用公布了吧？我对我错已经很明显了。是啊，这么简单的问题，天眼大师怎么会弄错？看来各位选手都已经确定了答案。那么我宣布，第一轮比赛的胜利者是杨明先生。怎么可能？什么？我打眼了？我的天，天眼大师都打眼了！这年轻人究竟是谁？远距离一眼就找准1000万原石，这眼力比天眼还厉害。他到底还有多少本事是我不知道的？赌石鉴宝，现在连玉石大赛都能碾压天眼，他还是那个只会洗衣做饭的赘婿吗？某些人啊，还经验丰富呢，一大把年纪活到狗身上去，怎么这都能打眼？还好意思说答案不用公布了？不过是运气好，下一轮我定要让你原形毕露。恭喜杨明先生晋级，接下来第2轮比试即将开始。第2轮比试规则：台上这3个玉盘摆件外观极为相似，但只有一个是真正的古玉珍品。选手依旧只能在台下远距离观察，不能靠近。限时5分钟。现在比试开始。上轮输得太丢人，沦为全场笑柄。这一轮我必须赢。古玉鉴定本就是我的强项，绝不能再输给一个毛头小子，不然我以后在鉴宝界就无立足之地了。竟然全是仿品，主办方倒是会出难题。看来这一轮考验的不只是鉴赏力，还有心性。我找到了，中间那个玉盘就是真品古玉，绝不会错。哼，古玉鉴赏是我的强项，你算是撞枪口上了。天眼大师，你竟然还能从里面找到真品，不再仔细看看？可别再打眼，闹了笑话。哼，毛头小子，还是眼力不够，心性太急。这古玉鉴定讲究的是气韵、纹路和包浆，不是靠瞎蒙。你还是好好学着点，别在这里班门弄斧。大家看，这中间的玉盘温润细腻，纹路流畅自然，边缘还有岁月沉淀下来的自然包浆，色泽柔和，绝非现代仿品能仿造出来的。是啊，不愧是天眼大师，这么远都能看出这么多细节。是啊，既能鉴玉，又能辨古玩，兼顾两者，天眼真是名不虚传。杨明，
你怎么不说话？不会是还没把握找到哪个是真品吧？姚明，你也玩够了吧？玉石古玩这行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，你赶紧认输吧，不要再捣乱了。秦小姐，我的事情好像跟你没关系。主持人都还没催，你急什么？等天眼大师说完了，我自然会公布我的答案。不识好人心。年轻人，现在知道差距了吧？上一轮是你运气好，真比实力，你连给我提鞋都不配，趁早认输离场。杨明，赶紧滚！在天眼大师面前，你就是个刚入门的新人，也配留在这儿？哟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周少亲自在鉴宝呢。天眼大师是代替我周家出战，我可不是这种底层废物，什么都要自己。我们权贵要做的是知人善用。好了，你要是看不出来，就赶紧认输，别装模作样，丢人现眼。天眼大师，他能看出来吗？你放心，这3块玉盘差别非常小，要不是我有几十年的经验，今天说不定也要打眼。他一个毛头小子，怎么可能看得出来？你看他还不说话，肯定是慌了，装模作样。既然不听我的，你就吃点苦头吧。急什么？比试还没结束，我当然有答案，而且我的答案和天眼完全不同。完全不同。杨明，你别吹牛了，难不成你还敢说天眼大师又走眼了？哼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我选的玉盘怎么可能是假的？你就是想哗众取宠。这年轻人怕是疯了吧？居然敢质疑天眼大师的判断。虽然天眼大师上一轮失误了，可不代表会连续走眼2次啊。看来是真没本事，只能靠说大话博眼球了，太让人失望。我原本以为你是想跟着大师选同一块玉盘，那我还算你有点小聪明，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准，还敢说这3块玉盘全是假的。是啊，中间那块玉盘无论怎么看都是真品啊。哼，既然说我选错了，那你说说你的选择到底哪一块才是真品？我没有选择，因为台上的3块全都是仿品。杨明，你疯了吧？3块全是仿破，我看你是根本找不出来真品，故意找这种荒唐的借口糊弄大家。在场这么多鉴宝行家，就你敢说全是假的？你算什么东西？哼，毛头小子，找不到真品就说全是假的，真是可笑至极。我鉴宝几十年还能看错？我看你就是眼力不够，出不起，想耍无赖蒙混过关。就是，天眼大师在玉石界的地位，岂是你一个无名小卒能质疑的？赶紧认输滚蛋，别在这丢人现眼，耽误大家的时间。竟然能说出这么离谱的答案，杨明，看来第一轮你完全就是靠运气。我没耍无赖，也没输不起，更不是靠运气。天眼，你凭借经验找到的不过是这3块里面最像真品的那一个而已，并非真正的古玉。他怎么去上面了？他想干什么？我的天，他竟然把玉盘砸了，这是干什么？杨明，你竟敢在孟家的场子闹事儿！保安呢？把他赶出去！哼，恼羞成怒了吧？找不到真品就砸道具，真是没教养的东西！明明没本事还要装，还冲动，他果然还是那个只会煮饭烧菜的废物赘婿。大家看，这玉盘的包浆是人工伪造的，纹路看似流畅，实则僵硬死板，没有古玉的温润感，边缘还有现代打磨的细微痕迹。这就是一件高仿品。对啊，这么一看，这包浆确实不对劲儿，太刻意了，好像在刻意模仿古代的技法。而且这玉里的杂质这么多，古人怎么玉盘摆件？怎么可能用这么低档的玉石？嘿，这么说，天眼大师又打眼了？我靠，这年轻人！没错，这次的3件古玉，实际上全部都是仿品。让我们再次恭喜杨先生获得了本轮的胜利。
没什么不可能的，事实就摆在你的眼前。连胜2轮，这个新人不会要获得冠军了吧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天野大师鉴宝几十年，怎么会连续走眼2次？你一定是作弊了！你肯定提前知道玉盘是假的，故意设计陷害天野大师。他到底是谁？这根本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只会烧饭的废物，他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鉴宝能力？怎么样，秦小姐，后悔了吧？当初你嫌他没用，把他赶出秦家，现在看到他这么厉害，是不是肠子都悔青了？可惜啊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这年轻人也太厉害了吧！年纪轻轻就碾压了天眼大师，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我听说了，他是蒋家特意聘请的荣耀长眼顾问。蒋家在玉石界的地位大家都知道，这个人不简单啊！秦家也做珠宝玉石的生意，把这样的人才赶出家门，疯了吧？怪不得孟小姐刚才在外面说她一定能夺冠，原来是早有预料。看来孟小姐也早就知道她的实力。那是自然，我们家杨明可比某些只会仗着家里有钱眼高手听的废物强多了。我不服，这2次都是我大意了，一时疏忽，才被你钻了空子。主持人，赶快开始第3轮！我一定要让你知道，我天眼才是玉石鉴宝界真正的权威。对，再来一次，我就不信你能一直运气好。肯定是你耍了什么手段。那我们现在立刻进行最后1轮比试。台上将摆放10块玉石，2位选手各选1块，价高者获胜。选手可近距离观察玉石，若所选玉石价值超过对手10倍，可直接获得本轮胜利。太好了，近距离观察才是我真正展示实力的时候。看你的年纪，见过的玉石恐怕还没有我摸过的多。这次我一定要赢。虽然你经验丰富，可是我有外挂呀，在我的鉴宝眼下，你的肉眼怎么可能赢？找到了。这一轮难度更大，不仅要看玉石的原料好坏，还要看雕工的精湛程度，甚至还要判断玉石的年代，太考验鉴宝能力了。我还是更看好天眼大师，他鉴宝几十年，近距离观察肯定能准确判断玉石的价值。这杨明毕竟还是年轻啊。怎么不敢上前查看？是不是怕了？前面还能碰运气，到了真正考验能力的时候就不敢说话了。倚老卖老，某些大师可是连输了2轮了，好意思嘲讽我们家杨明？我只是刚才远了看不清，老眼昏花而已。近距离观察，我绝不会再输。这一轮，我一定会让你输的心服口服。你的经验在我眼中根本就毫无意义。这次我让你先选，不管你选什么，我都能赢你，让你输得口服心服。天眼早就看过这尊玉佛，却摇头放下了，看来是没看出来啊。不知天高地厚。好，我先选。这次我要是再输，就跪下给你磕头拜师。那你准备好拜师礼吧。这尊玉盘雕工精湛，纹路清晰，材质是上等的和田玉，温润细腻，没有一丝瑕疵，就是场上最贵的，错不了，我肯定没选错。天眼大师所选玉盘的确是真品，价值3000万元。哈哈哈哈哈！3000万，杨明，你看看剩下的这些杂玉加在一起，也不值3000万。我选的就是这尊玉佛。啊！
还是太年轻。我告诉你，那是块汉白玉，现在叫大理石。玉佛雕工普通甚至粗糙，还是汉白玉，那玩意儿能值几个钱？可惜了，这杨明前面连胜2场已经很不错了，这下恐怕要让天眼大师直接获胜了。就这大理石玉佛能值1000块就不错了，还想赢我这3000万的玉盘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你们懂什么？这尊汉白玉佛乃是皇室雕工，雕工古朴是因为当时的工具受限，而且这个佛像是早期形象，说明距今非常遥远，恐怕全国也找不出第2尊这样的玉佛。真是可笑。杨明，等主持人宣布你这玉佛价值的时候，你可站稳了，别腿软倒在地上。各位，这玉佛是我们董事长的私人收藏，据说很有可能是国内历史上第1尊玉制佛像，拍卖价是3亿元。怎么可能？3亿？怎么可能？让我们恭喜杨先生获得本次玉石大赛的冠军。第3轮比试，杨明先生所选玉石价值3亿元，远超天眼大师的3000万元，超过10倍之多，杨明先生获胜。恭喜杨明先生夺得本届玉石大赛冠军，获得的奖金5000万。杨明，你太厉害了！杨明，我从来不知道你还懂玉石，为什么你以前不说？有什么必要说吗？你能不能回家一趟？我想，我们当时离婚也许有点急了，我们可能需要聊一下。不必了，秦言，秦家不是我家，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好聊的。杨明，你变得好陌生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你太绝情了。我在秦家这些年，勤勤恳恳照顾你和李放，得到的结果是什么？我绝情，恐怕还是不如你吧。秦小姐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某些人当初自己眼瞎，跟杨明离婚，选了那个2世祖周泽，现在后悔可来不及了。我和周泽没关系。你这个废物！我花了这么多钱请你过来，让你帮我打压杨明，你竟然连输3场！不仅没帮到我，还害我丢尽了脸面，让我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。你对得起我给你的酬劳吗？少跟我吼！你可没告诉我对手是这种变态。我告诉你，输了是我技不如人，但是你当初答应我的酬劳，1分都不能少，否则你们周家以后1个长眼师傅也请不到。杨先生，我服了，年纪轻轻就有这般高超的鉴宝能力，比我这老头子厉害100倍1000倍。求您收我为徒吧，我一定好好学，鞍前马后伺候您。天眼这个废物，竟然真的给杨明磕头拜师！抱歉，不收徒。杨先生，求您再考虑考虑。我愿意放弃我在玉石界的所有名声，放弃我所有的一切，一心跟着您学鉴宝。不管您让我做什么，我都愿意。您就收下我吧，我真的很想跟着您学习。你烦不烦啊？我家杨明都说不收徒了，你还在这纠缠不休，死皮赖脸的，赶紧滚，别影响我们。再不走，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
这个秦岩放着杨明这样的人不要，竟然跟他离婚，还选了周泽那种没用的废物。看来他的眼光是真差。孟小姐，杨先生，恭喜你获得冠军。杨先生，上次我邀请你加入孟家，您还没有给我答复。孟家愿意满足你的一切要求，甚至我也可以哦。多谢孟小姐厚爱，但我已经决定了，要自己创建事业，不想依附任何家族。我明白，我不强求你，只是我看您对玉石和古玩方面都这么有研究，能不能帮一个忙？当然没问题，只要我能做到。太好了，那杨先生，你跟我回家一趟吧。这小子不会是孟小姐带来抢生意的同行吧？杨先生，这是我父亲，他最近得了怪病，好好的人变成了哑巴。医院查不出原因，我爸就找了风水师来，想看看是不是家里风水出了问题。但我总感觉你也许能帮上忙。孟小姐，你怎么带外人来？我看风水最忌外人打扰，这会影响气场。抱歉大师，我只是感觉杨先生能帮上我的忙。怪病，医院查不出来，可能真的有点别的原因。可我这鉴宝眼也不会看风水啊。对了，要是物品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是不是能看出来？有了，既然孟小姐有了更好的人选，那我还是走吧。大师抱歉，他是我朋友杨明，只是来帮忙的，真的没有别的意思。我看风水最忌外人打扰，你这是不信我？我没有不信您，只是……哼，我已经查出来了，你家西北方位缺角，气场紊乱，只要调整风水布局，3年内孟先生必能开口说话。那个花瓶黑气缠身，还有很重的怨气，恐怕孟先生的病和那个花瓶有关。古玩圈是不是经常有这种事？问题不在风水，在那个花瓶。原本我还想帮孟先生解决的，既然这位杨先生能解决，那就交给他好了。孟先生，您看，我好心帮您，孟小姐却带着外人来影响我，这事儿就让她来解决吧。爸，您别生气，杨先生不是外人，我相信他的眼光。他既然说问题在花瓶，就一定有道理。哼，我纵横江湖多年，我都没看出这个花瓶的问题。他一个毛头小子就敢断言？我告诉你，这个花瓶不仅没问题，反而还是风水布阵的核心吉祥之物。胡说八道！要是没有这个花瓶镇住房子的气息，孟总的病只会更严重。我看你小子是居心叵测啊！我相信杨明。孟小姐竟然这么信任我。刚才我看孟总的喉咙也有黑气，恐怕和这个花瓶是一体的，赌了。孟小姐，多谢信任。你果然心怀不轨！你看，砸了花瓶，孟先生的病加重了。你什么意思？难道我会害我爸吗？孟小姐当然不会害孟总，但是谁敢保证不是这个男人骗了你呢？至少他让孟总吐血是事实吧？孟总，还是将这人赶出去吧。孟先生，这花瓶上有一股黑气缠绕，恐怕就是传说中的怨气。
很多古玩收藏家都遇见过这种情况。您的病一定是这个花瓶导致的。一派胡言！孟总，我可是给您看了这么多年风水，难道你相信他，不相信我吗？来人，把他给我丢出去！爸，等一下。等什么？他就……你能开口说话了。花瓶里的黑气侵占了孟总的肺腑，花瓶摔碎，黑气消失，再将淤血吐出来，自然就能说话。杨明，真是太谢谢你了。你就是那个从不走眼，还战胜了天眼的杨明，英雄出少年啊！你也别叫孟总了，就叫我孟伯父好了。好的，孟伯父。大师，我没记错的话，这个花瓶是你送给我的吧？孟先生饶命啊！都是周家给我钱让我把他带下去，撬开他的嘴！杨明，你有什么想要的？只要我们孟家有，都可以拿来报答你。不用了，伯父，我和孟小姐是朋友，朋友之间互相帮助而已。既然您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杨明，改天我再登门感谢你。真是不错的年轻人，清蕊啊，这么优秀的年轻人不多见啊！你想想办法，这种人才有资格做我孟家女婿。爸，你这个废物，花了这么多钱请天眼大师，你竟然连一个杨明都搞不定，还让天眼大师给杨明磕头拜师，丢尽了周家的脸面。爸，我错了。可是杨明那个小子太变态了，他的鉴宝能力根本不是天眼大师能比的。玉石大赛上，他连赢3场，还开出了3亿元的玉佛。废物，只会找借口。杨明再厉害，也只是一个刚冒头的小子，你连一个小子都搞不定，以后怎么接手周家的产业？爸，我知道错了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别只会硬碰硬，动点脑子。杨明，你给我等着，这次我一定要让你一无所有。杨明，现在我自己的公司都不开了，来给你当秘书，还帮你把原石店打理得井井有条的，你说你该怎么报答我？那我是不是只有以身相许了？喂，怎么了？杨总，不好了，店里有人闹事。我马上就到。大家快来看啊！黑心老板杨明卖假原石给我，这原石根本就是用工业胶水粘贴的，里面全是破石头。我花了10万块买的原石，切开全是假货，这是要逼死我呀！杨明可是玉石大赛的冠军，怎么会卖假原石？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说不定他就是想赚黑心钱。说我店卖假原石，有什么证据？证据，这原石就是证据。大家看，这切面明显就是用胶水粘起来的，根本没有翡翠，全是废石头。杨明，你这个废物，别想翻身！今天我就要让你身败名裂！周泽和李放，前世就是他们俩害死我，我还没来得及完全报仇，现在他们竟然还不死心，追着害我。杨明，没想到你竟然是这种人，卖假原石骗钱，真是丢尽了玉石界的脸。周泽派你来的吧？我不认识什么周泽，我就是一个普通顾客，被你骗了。周泽、李芳，别装了，这一切都是你们搞的鬼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杨明，你可别血口喷人，我只是看不惯你骗钱。就是，还怪周少！各位，我可是杨明以前的岳母，这个废物不学无术，才被我们杨家赶出家门。你看看，现在还是只会这些邪门歪道。哼，你既然有收据，不妨给我看看，我确定一下，到底是不是我店里的收据。这就是收据，上面还有你们店的公章，你休想抵赖。杨总，这确实是我们店的收据，公章也是真的，而且日期就是昨天。大家看到了吧？收据都有，
杨明还有什么话好说？他就是卖假原石骗钱，必须赔偿损失。关门，滚出玉石界！对啊，数据都有了，肯定是真的。杨明滚蛋吧！对，没想到玉石大赛的冠军也会骗钱，太让人失望了。滚出玉石界！滚！果然，这原石是用工业胶水粘贴的，而且这胶水是周家特有的珠宝专用胶水，只有周家的珠宝加工厂才会用。你想干什么？你还想毁灭证据吗？大家看，这原石确实是用胶水粘贴的，但这胶水并不是普通的工业胶水，而是周家特有的珠宝专用胶水。周家胡说八道！我是不是胡说？大家一看就知道，这种胶水是周家特有的，市面上根本买不到。胶水没见过，而且这原石的粘贴痕迹很粗糙，明显是临时拼凑起来的，根本不是我们店里筛选出来的。一定是有人故意伪造，来污蔑我。伪造？你别血口喷人，这就是在你店里买的，跟周家没关系。没关系？那你包里的东西，敢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吗？你干什么？把包还给我！干什么？当然是拿出证据，让大家看看。你到底是谁指使？大家看，周氏集团的支票足足10万元，这就是周泽指使张天污蔑我，想搞垮我的店。原来是这样，原来是这样！我说杨明怎么会卖这么低级的假原石？原来是污蔑！太过分了！输了玉石大赛就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污蔑别人，周家也太没底线了！没错，太不要脸了！还有这个签岳母，太不是人了！不是这样的，这是伪造的，是杨明伪造的证据，想嫁祸给我。就是，跟我没关系啊！我错了，我是被周泽和李芳指使，他们给了我5万块，让我拿着假原石来这里闹事。这原石是他给我的，收据也是他伪造的。我对不起杨先生，我错了。想跑？晚了，我已经报警，执法人员马上就到。不好了，周家被查了，因为恶性商业竞争和造假。现在执法人员已经到公司了，赶紧跑路，别被抓住了！快跑！站住，不许跑！杨明。都怪你！你这个废物，凭什么能赢我？不关我的事啊，是周泽。周泽说这次一定可以搞垮他的。闭嘴，老实点，有什么话回执法局说去吧。自尊不可活。近日，玉石界新秀杨明凭借高超的鉴宝能力，夺得梦氏举办的顶级玉石大赛冠军。随后揭穿周家恶性商业竞争、伪造假原石、污蔑同行的阴谋，周家已被依法查处。杨氏集团今日正式开业，涵盖玉石、重生一房地产等多个还有鉴宝眼这个外挂，终于让我摆脱过去的屈辱，活出了自己的样子，也让周泽这个前世杀害我的凶手付出了代价。杨明，你帮帮我吧！周家被查处，和秦氏的合作全部停止了，秦氏已经要破产了。我妈据说帮助周家洗钱，也还在执法局接受调查。那又关我什么事？杨明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真的这么绝情吗？只要你肯帮我，秦氏就能东山再起。以前是我有眼无珠，现在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杨明，我们复婚吧。当初在秦家，我以为只要我足够努力，足够听话，总能换来你一句真心的对待。结果呢？当初你们把我赶出秦家，那种决绝，那种冷漠，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清清楚楚。至于李芳，她也是罪有应得。如今不报复你，已经是我最后的仁慈了。重生让我明白了，一个男人变强和爱自己才是最重要的。如今我要做的，就是迎接我新的人生。